事实可能比这些政客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在过去20多年里美军一直在打治安战，从未与大国对抗过。即使在阿富汗与塔利班作战，最终也坚持不下去。最近几年伊朗一直在波斯湾挑衅美军，美国也没有下定决心要同伊朗全面开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敢和中国或者俄罗斯直接交战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说的是中俄联手不是被美国逼出来的吗？在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出席了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并且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谈之后一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一个字都没有提乌克兰，但是仍然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大为光火，因为在声明的第3部分明确地提到，双方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呼吁北约摒弃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尊重他国主权、安全、利益以及文明的多样性、历史文化多样性，客观公正地看待他国和平发展。全世界都清楚，北约试图向乌克兰扩张是引发这次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和北约的一些政客这些天来一直在指责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说中俄这两个邪恶国家正联起手来对抗美国和北约。难道事情的黑白就是这样被颠倒了吗？美国人汤姆·普莱特最近在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件事做了分析。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人是怎么说的。普莱特首先汇总了一下美国政客近一个时期来的一些言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上周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随时可能发生，并且在最近几天沙利文还威胁中国说一旦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中国也将要付出代价。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共和党的众议员吉姆·班克斯说的更是露骨说俄罗斯和中国宣布的威权联盟表明拜登的软弱和绥靖政策失败的有多严重。俄罗斯和中国有共同的利益来削弱美国，而拜登由于缺乏领导力，让他们这么做成了。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寻求成为威权主义统治的新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力量。但是普莱特认为中国倾向于俄罗斯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向俄罗斯倾斜是否符合中国的最佳长期利益。这个普莱特认为中美双方都有缓和对外政策的原因。对中国来说，养活如此多的人口，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医疗保障，缓和对外政策可能更符合中国的利益。那美国呢？因为美国国内正面临着政治仇恨与分裂，缓和对外政策也更有利于美国。遏制和对抗都不是中国或美国所需要的。这话没错看来确实是这样，但无奈美国不这么想，美国的政客当权者不这么想。这个普莱特建议中国可以通过与莫斯科保持适当的距离来避免受到影响。同时美国国内也有要求美国收缩对外干涉的声音，就像亨利·基辛格教授最近出了一本书里面所说的那样，美国需要从充当世界警察到处插手，收缩为更加耐心、更加关注国内事务，在干涉外国事务的时候需要表现出更大的选择性。最关键的一点是，普莱特认为中俄联合声明中反对北约扩张的说法并不是很过分。应该说这个观点在众多的反华反俄大合唱中有点刺耳。可以看出来这个普莱特是美国政治智库中的鸽派人物。虽然他关于中国与俄罗斯保持适当的距离的建议比较天真，但他比现在当政的大部分政客都要理性一些，这是要肯定的。遗憾的是，他的影响力极其有限，而美国的主流政客是很不理性。但是不论这些美国政客多么愤怒，有一个事实是他们回避不了的，那就是中俄联手正是被他们逼出来的。而且美国的实力已经相对于中俄下降很多了，
20年前，美军的战略是同时打赢2场战争；10年前，美军还说要打赢1场战争，同时用其他的手段制止另一场战争。而现在呢，美国内部在争吵着要先俄后中还是先中后俄，已经不敢同时对抗中俄2国了。我想说的是，事实可能比这些政客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在过去20多年里美军一直在打治安战，从未与大国对抗过。即使在阿富汗与塔利班作战，最终也坚持不下去。最近几年呢，伊朗一直在波斯湾挑衅美军，美国也没有下定决心要同伊朗全面开战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敢和中国或者俄罗斯直接交战吗？乌克兰事件和台海问题都可能会彻底的撕下美国的遮羞布，就看哪一个会让美国先脱光，我们拭目以待。